093号虚拟宇宙第12331次运行即将终结，启动终结程序。093号虚拟宇宙灵魂催眠引导系统启动正常，灵魂收集正常。警告：093号虚拟宇宙检测到异常灵魂波动，探测到异常灵魂。警告：虚拟宇宙实验室探测到异常灵魂反应，异常灵魂已经脱离093号虚拟宇宙。警告：虚拟宇宙实验室灵网捕捉系统检测到游离灵魂，启动诱导捕获机制。警告解除：虚拟宇宙实验室灵网捕获游离灵魂成功，进入临时催眠保护状态。093号虚拟宇宙终结程序执行完成。093号虚拟宇宙启动第12332次运行，初始化运行正常。093号虚拟宇宙例行维护完成，进入自然演化阶段。转送捕获灵魂到生命具现化实验室，转送完成。接收到游离灵魂，已成功固定。原生宇宙适应性测试启动，原生宇宙适应性测试通过，意识唤醒程序开启，意识唤醒成功，适应性虚拟记忆植入开始，适应性虚拟记忆植入出现抬翼反应，减缓记忆植入速度，预计完成时间不确定，适应性虚拟记忆植入成功，轮回学院适应性测试开始，轮回学院适应性测试通过，启动生命体构建程序，灵魂与生命体初始量子绑定成功，生命体构建进行中，生命体构建完成，代号艾薇，苏醒开始，苏醒成功，启动催眠引导程序，正式入学轮回学院。大家好，欢迎大家加入轮回学院105班，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我叫林夕，大家可以叫我林老师。有的同学来得早一些，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有的同学还是刚刚入学，没关系，未来的6年时间里，我们都会在一起学习成长。今天是105班第一天上课，轮回学院的课程是6年制，1到3年级是初级班，学习基础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哲学、文学、音乐、艺术等方面的基础课程。我是大家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数理化课程的老师，其他课程会有另外的老师给大家上课。轮回学院上课的方式是一门课彻底学完，才会开启下一门课程。从今天开始，我们先把1年级的物理学完。1年级的物理学主要包括量子力学、电磁学、相对论、天体物理、流体力学等这些最基础的物理学入门课程。课程的内容略微有些多，大约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要多多努力哦。秉承轮回学院的一贯风格，就啰嗦这么多，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认识基本量子。不同的世界有着很不同的基本规则，甚至有的世界规则一片混沌，根本就没有稳定的规则体系。我们1到3年级所学习的基础科学，是基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确清楚的基本常识。人类的认知既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会束缚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我们所在的这个原生世界是以量子为基本单元，但是并非所有的世界都是由量子构成。等大家到了高年级，有了足够的能力和知识储备，就会有机会去到完全不同的世界，切身体会不同基本规则之下世界之间的差异会有多大。记住这个前提，然后回到我们的课程上来。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量子模型，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基础的量子，它被称作无色量子，也可以叫做原生量子。我们这个世界是以高度自洽的物理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物理世界无法无限细分，不可能粒子中是世界，世界中还是粒子，这样无穷嵌套，它会极为不稳定，产生种种逻辑冲突，导致世界崩溃。这一点我们的大科学院早有定论。如果大家感兴趣这些，可以到高年级的时候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那么，物理世界最合理的构造是怎样的？
由没有定态的基本量子作为最基础单元，以量子的性质演化世间万物。量子是完全虚化的存在，实在的世界以最虚化的存在为单元，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结构稳定的基础。作为所有量子的源头，无色量子可以从无到有，虚空创造出来。于是我们的世界才有了不断持续发展成长的可能性，否则光是熵增定律就可以让世界化为一片虚无死寂。而没有了熵增，这个世界就失去了最基本的能量转化规则，从而世界无法演化，无法自行运行，同样是一片死寂。无色量子能够演化出无数种基本量子，但是经过不断的尝试，真正用来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量子数量只有64种。这并不是说其他种类的量子不存在，而是说我们的世界基本构造使用了64种量子。从这天起，艾薇就在轮回学院105班正式开始了学习和生活。课程的内容只是有点多吗？艾薇觉得老师实在是太谦虚了，每天上课20个小时，只有4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做运动，打游戏，看一些喜欢的书和动画片。幸好不用吃饭喝水睡觉上厕所。忽然艾薇的脑子里冒出了这样的念头，艾薇有些纳闷起来，这些都是什么奇怪的念头啊？艾薇自己对自己吐槽着。课程的难度不高。艾薇看着课本的内容感叹了起来，这还叫不高吗？很多同学都是经常测验不及格的。不过艾薇很庆幸自己这些内容都可以听得懂，仿佛她曾经学过一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转眼艾薇来到这里3年了，如今的她已经是405班的学生了。艾薇同学，你约我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情吗？难道说我对你的关心终于让你有所感动，要以身相许了？倪华学长说笑了，实验室有几百个虚拟宇宙，这一个是我最喜欢的，想要人来分享一下，恰巧你有空罢了。太巧啦，我也喜欢这个。093虚拟宇宙基于伏羲3超级量子计算机运行，093中的一切都是以伏羲3的超大规模量子团作为模拟的基础。从存在的意义角度讲，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物理世界，只是这个物理世界的基础量子被伏羲3依据设计的规则约束了，形成了一个受控的世界。虚拟世界虽然是被创造、被约束、被简化、受到控制的世界，但是它也是一个世界。可以说，在轮回学院众多虚拟世界中，093是其中最低级、最勉强能够让人类达到最低级智慧生命标准的。093的价值就在于此，它创造了能够让人类灵魂觉醒的最低限度世界形态。正中央的这颗全息星球是093宇宙的核心，整个093宇宙空旷浩瀚，但是只有这颗星球上有着真正的人类在生活着。可以说，整个093宇宙的存在都是以这颗星球为核心。我查看了093相关的资料，093因为诞生的年代非常久远，当时的技术条件还比较低，只能够使用老旧的伏羲3型作为运行平台。当时的设计者想到了从微生物到低等多细胞生物，逐步过渡到越来越高级的生命体这样的方式来演化生命，觉醒灵智，让所有的灵魂都从最低级的生物来逐步成长。而能量低微、生命脆弱的问题被设计者巧妙地用来不断轮回生命的历程。093中的灵魂都会经历无数的轮回，而093虚拟宇宙自身由于资源限制，也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从头再来。每一个轮回的演化会有不同的历程，这些方法给整个大科学院世界都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在093的启发下，人类降生艰难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倪华，既然你能说出这么多东西来，看来真的是对093虚拟宇宙很有感情了。莫非你……说到这里，艾薇抬头仔细看了看倪华的眼睛，然后继续说道：莫非你就是从093虚拟宇宙来到这里的？看着倪华的表情，艾薇就知道自己猜对了。倪华，你就是个大骗子！你闭嘴，什么都不要说，我全都想起来了。为什么一直瞒着我？还冒充学长关心我？
你个大骗子！好吧好吧，我的大物理学家终于觉醒前世记忆了，不要生气了，我只是比你先入学1年的时间，而且为了赔偿你的损失，毕业后我会留在学校1年，等你毕业，然后我的人生就听从你的安排了，这样总可以了吧？艾薇沉默了起来，时间过去了好一会儿，在倪华有些发慌，不知道该怎么哄好他的时候，对倪华说：“倪华，能够再见到你，真好。”同学们，你们已经是轮回学院6年级的学生了，这也是你们在轮回学院知识学习的最后1年。从7年级开始，你们将会进入到各种不同的子世界中去实践成长。今天我们将开始学习6年级最重要的课程——世界论导论。按照大科学院的划分，以我们自身的认知能力为基线，可以把各种世界划分为原生世界、子世界和超越世界。原生世界是等价于我们认知极限的世界，在原生世界里面，我们的精神意识可以发挥到100%，凡是可以想象的都是可以存在的。子世界是低于我们认知极限的世界，子世界是由原生世界衍生的低层次世界，子世界并非独立存在，需要依附于原生世界。无论物理子世界、信息子世界，都是这个范畴。子世界可以嵌套，但是无法无限嵌套，嵌套的层次越深，世界的层次越是低级，低级到一定程度就无法再接纳灵魂降临，没有生命的世界没有意义。子世界也被称之为虚拟世界。超越世界是超出我们认知极限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超出我们的想象极限，无法理解，无法认知，定义为超越世界。如同屏幕上这张图所展示的世界结构，科学边界内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是高度自洽、无矛盾的，这里的认知可以充分可靠的运用。只有经验边界大于科学边界，科技才能够不断进化，代表着世界还有可以探索的潜力。当两者重合，无法拓展，则代表着世界的潜力耗尽。世界边界与理念边界的关系，可以区分不同层次的世界。理念边界的拓展是在哲学、艺术、想象的驱动下不断进化的。精神或者说理念方面的进化，是原生世界不断发展进化的根本。6年级的课程让艾薇觉得很抽象，有很多想不清楚的地方。花园里，艾薇正在跟倪华讨论着她觉得困惑的问题。倪华，既然无法想象、无法认知，超越世界的定义有什么意义吗？艾薇一脸困惑地问道。这是个好问题。回答是，我们的认知边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是在不断成长的。现在无法想象、无法认知、无法理解，并不代表将来也是如此。理念、思维的边界是可以突破的，至今我们尚不知道人类的思维边界到底在哪里。比如一个你很熟悉的例子，在093世界，人们通常认为无法想象高维度空间，事实上这并非是人类认知的极限，而是欧式几何限制了我们的认知。通过非欧几何工具，我们就可以认知不同的空间结构。一些哲学家一直在尝试探究人类认知的最终极限，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我们的认知从本质上是没有极限的。比如093中的人类，身体孱弱，思维活动受到严重的束缚，但是依旧可以在文学、艺术、诗歌、音乐、哲学等方面超越了绝大多数的子世界，并且在低级物理规则的运用方面有着相当的创造力。对于093中的绝大多数人类来说，原生世界就是超越世界。但是对于能够突破093世界的束缚，来到这里的人来说，理念边界已经超出了093世界，逼近了原生世界。原生世界已经不再是超越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从093来到这里，能够正常的学习、生活，跟大家交流。所以超越世界的定义是有意义的。这3个世界层次的划分是依据不同个体和不同的族群情况来具体看待的。倪华，你说我们如果直接降生在这里，是不是就不用经历那些生老病死、
生离死别的痛苦了。我们降生在093这样的低级世界，是不是很不幸？对于新诞生的、没有任何经验的灵魂而言，科学边界、经验边界、理念边界之内都是空的，需要在足够简单的环境中开始最初始的积累成长，逐步建立起支持生命生存、成长、进化的知识结构，而后不断深入理解世界，不断成长。灵魂直接降临在原生世界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比如这个识海世界已经存在超过几十万亿年以上的时间，规则开放，环境复杂，白板灵魂连最简单的生命运行也无法驱动，全新的灵魂难以诞生降临在这里。而在低级世界，比如093这样规则简单的世界，灵魂更容易降生。灵魂在这里从最简单的微生物到复杂的足以支持高级智慧运行的人类形态之间不断周转轮回进化，这样的人类繁衍方式更符合认知成长进化规律。事实上，大量的子世界已经是这个原生世界新生命的最主要来源。6年级的课程结束了，这是大家出发进入子世界开始轮回任务前的最后一堂课，也是一堂答疑课。下一个问题，识海世界及子世界是人族的世界，在子世界可能遇到外敌吗？识海世界是人族世界，是人族的大本营，目前看不会遇到大规模的异族入侵，但是这并不代表异族不会进入识海世界，所以回答是可能遇到异族，不属于我们世界的异族。原生世界规则开放，能够兼容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虽然对于萌新的灵魂这里很难降生，但是对于高级异族却是更容易来到，所以在识海世界更容易遇到异族。在子世界遇到异族的概率就要低多了，异族进入子世界比进入识海世界要困难很多。最后一个问题，在子世界任务中是否可能无法回来？是否可能死掉？这样的风险是存在的，没几年就会出现这样的案例。大家都已经学习过意识方面的课程了，应该还记得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小黑屋禁闭对比实验。人工智能可以无限长时间的关禁闭而没有什么损伤，而人类的精神意识在达到永恒境界之前，最终都会陷入精神崩溃，时间长短不同罢了。小黑屋禁闭只是产生精神崩溃的一种方式，还有很多情况会触发精神崩溃。对于任何出现问题的学生，学院都会尽可能解救，但是崩溃的精神意识会陷入自闭、混沌态，学院也无从解决。生活在原生世界的人类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形，最终因为精神崩溃而陷入混沌性死亡。事实上，对于原生世界的人类，精神崩溃是唯一的死因。尽管这种死亡并非绝对，也许有一天还能够重新降生为人，但是这种希望十分渺茫，非常罕见。大家来到轮回学院，给大家塑造的身体都是不需要吃饭睡觉，没有欲望，没有生老病死的身体，这是持续锻炼大家在生存危机和生存感知都抹去的情况下，保持生存的意志。经过6年的学习，大家都有了充分的成长，能够面对各种情况。相信大家都能够平安归来，我就在学院等着你们回来。所有705班的同学请注意，所有705班的同学请注意，请大家尽快进入对应学号的传送装置，子世界任务传送将在5分钟后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所有705班的同学请注意，所有705班的同学请注意，请大家尽快进入对应学号的传送装置，子世界任务传送将在5分钟后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倪华，你来这里做什么？艾薇，你听我说，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记得，精神是不会消灭的，希望总是有的。而且无论你在哪里，我总是可以找到你的。你知道的，你要是出了问题，我可能没什么办法找到你，所以你执行任务更要小心些，别留下我一个人。艾薇9年级的时候，倪华毕业了，
他留在学校当了一名助教。又过了1年，艾薇也毕业了。花园里，两人正在探讨着未来。倪华，你说这里是真实的世界，还是另一个虚拟世界呢？数学和逻辑是目前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工具，只要不是在混沌一片的世界里，数学就是有效的工具，逻辑同样如此。但是，轮回学院有一个理念，我是非常认可的。理念极限与世界极限的关系，可以判断一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还没有好好体验过这个世界，根本不知道世界的极限在哪里。艾薇同学，之前就说好的，我后面的人生听从你的安排。那么，艾薇同学，你想好了未来要怎样安排了吗？体验这个世界用双脚就可以，这一次不用被困在一艘小小的飞船当中。093宇宙太贫瘠，飘在太空就是关禁闭。这里不一样，所以我决定，我们先去游历这个世界1万年，然后建立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这个世界的秘密。我们立刻出发吧。无限的世界，我们来了。